一副金丝眼镜，凭什么让诚意的侧写师高质感拉满？有人说过一句话，我一直记得，衣服是角色不说话时的台词。今天这期咱们不聊剧情，不聊阵容，不聊那些热搜上你已经刷了800遍的东西。今天我只想聊一件特别小的事，小到你可能划过去都没停，就是诚意在兽皇里戴的那副金丝眼镜。一副眼镜吗？能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先别急，今天我就想证明给你看，这一件小事能解释很多事。其实我做这期之前也犹豫过，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？后来我想想，不，越是这种没人细说的细节，越藏东西。好，说回这个眼镜，咱们先放下诚意，放下兽谎，先聊一个更大的问题，为什么金丝眼镜天生就显聪明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影视剧里但凡要塑造一个脑子好使的角色，医生、律师、教授、侦探，十有八九鼻梁上架一副眼镜，而且往往是那种细细的、金属的、gold framed 的。这不是巧合，说白了，这是一种视觉上的速记。人的大脑看画面是很偷懒的，它需要在2-3秒内给一个陌生角色下判断。而眼镜这个东西，尤其是细金属矿，它在我们的集体印象里，早就跟用脑过度长期阅读理性克制绑在一起了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你还没听他说一句台词，你的眼睛已经先替你判断了这人是动脑子的。而金丝比黑矿更进一步，黑矿厚重，偏憨，偏书生气，偏可爱。金丝细、冷、克制，它带着一点距离感，一点精英味儿。它不喊我好聪明，它是那种我不用告诉你我聪明的高级感。这个 level 就不一样了。这部分我不是100%确定啊，属于我自己看片多年攒下的印象，但我倾向于这个判断，金丝眼镜是最省话的一种造型语言。他替角色说了很多，自己一个字没说。行，垫了这么多底，现在咱们往里走一层。在侦探，在心理侧写这类题材里，眼镜承担的东西比显聪明还要更狠一点。你想想看，侧写师是干嘛的？他是那个坐在对面，安安静静看着你，读你的人。他跟你之间永远隔着一段观察的距离。而眼镜，那层镜片，在镜头语言里，恰恰就是这段距离的实体化。你看他的眼睛，中间隔着一层玻璃。他看得清你，你却好像总差那么一点看清他。哦，对了，说到港式悬疑，我得插一句背景，不然你不好理解兽皇为什么走这个路子。港式悬疑跟内地悬疑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，港片那一挂讲究一个冷，一个克制，一个光影里的疏离感，人物往往是表面平静，底下翻江倒海。你把这个底子记住，行，现在回到眼镜。兽皇里程一演的这个林燕婷，官方给的定位是白昼人形测谎仪，一个双面的心理侧写师。你品品这个设定，白天是理性到极致的顾问，架着金丝眼镜，西装工装，一副我再读你，你读不了我的样子。可这个角色内里是有另一面的，是复杂的，是有伤口的。那这副金丝眼镜在这就特别妙了，它不只是显聪明了，它成了一层面具，是他把情绪，把那些不能给人看的东西，挡在玻璃后面的那道屏障。所以你说这副眼镜是道具吗？不，它是人物的一部分，它是这个角色 hold 住自己的方式。说实话，看到开机那组定妆照的时候，我盯着看了好几秒。因为造型这个东西，合适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。很多戏你一眼就能看出来，服装是服装，人是人，两张皮。而这一次，那副眼镜，那身景物工装，那个眼神的状态，它是长在一起的。网上那么多人在讨论这个造型，讨论那味对了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这就带到我今天真正想说的那一层了。从古装到这副金丝眼镜，这一步其实分量不轻。大家熟悉的程毅，很长一段时间是活在古装的视觉体系里的。那套语言你懂的，飘逸、写意、留白，靠身段，靠眼神，靠一种古典的气韵去撑。那是一套非常成熟，他也非常擅长的语言。
可现代悬疑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语法，它不写意，它写实。它要的不是飘逸，是精准；不是气韵，是克制。一个眼神收多少，一句话停在哪儿，镜片后面那点情绪录多少，全是毫米级的东西。这两套体系之间的跨越，说轻巧点是换个造型，说重一点是换一套表演的呼吸方式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愿意从一个自己已经很稳、很舒服的体系，走进一个全新的，要重新证明自己的体系，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说一句，这不是随便接个戏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主动往难处走的选择，不是每个到了这个位置的人都愿意做的。而且你看这次的班底，导演陆建清，监制曾志伟，还有肖顺尧。等一下，我记得程毅和肖顺尧上一次同框合作是2022年。不对，我查一下。我这个具体年份先保留意见，凭印象说的别太当真，反正是前几年那部戏，他俩就有过交集。这次又在兽皇里凑到一块儿，加上曾志伟坐镇监制，你会发现，一个演员走到一定阶段，他身边会慢慢聚起一张信得过的网。这张网怎么来的？是一部一部戏，一次一次靠谱攒出来的。这个东西装不出来。我知道，网上也有另一种声音，你听完整再判断啊，别误会。有人说这剧就18集，体量不大，是不是不够重磅？这话得两说。你把它放在这2年的行业里看，注水长剧观众早就看腻了，电影集紧凑叙事，短小精悍，拒绝拖沓，这恰恰是现在最聪明的一种打法。18集能被优酷放到 S 加的位置，还没播预约就冲到10几万，说白了，这不是流量泡沫，这是市场对他过往作品攒下的那份信任，在提前投票。所以你看，绕了这么一大圈，我们又回到了那副金丝眼镜。一个演员对一个角色认不认真，其实藏在这些最小的细节里。眼镜选金丝还是黑框，工装的质感，眼神收在镜片后面的那一寸分寸，这些东西观众未必说得出来，但一定感觉得到。而这份感觉，就是那味儿对了的真正来源。开头我说了那句话，衣服是角色不说话时的台词。现在我想把它改一个字送给这期的结尾，好演员的用心，是他不说话时，你也能读到的台词。兽谎要到2027年上半年才播，还早。但这副眼镜后面藏着的那份认真，我觉得懂他的人现在已经读到了。今天这期就聊到这。你要是也盯着那组定妆照看过好一会儿，评论区咱们对个眼神。